非有消息。2月7日，在巴黎的奥利机场，一名原本搭乘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 IB588 航班的乘客，在起飞前滑行时突然打开了前舱舱门，并且跳下了飞机。事件发生时，有空乘人员起身阻止，但据称该乘客袭击了这名空乘人员。事件大约发生在当天的18点前后。IB588 航班的目的地是马德里国际机场，原计划于17点20分起飞。伊比利亚航空也被称作西班牙航空，当时安排的机型是空客 A320neo。A320neo 的前舱舱门距离地面约 3.5 米左右。这名男性乘客跳下后在机坪上走动，很快被法国机场的宪兵队逮捕。这件事导致了当天的 IB588 航班延误了整整5个小时，飞机被迫滑回停机坪，所有人员下机，但不清楚后来是否更换了飞机。空乘人员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，但涉事的男子可能因为危害公共安全和攻击他人而被指控。也有消息说，此人或许患有精神疾病，目前已被宪兵队释放。全球范围内，不正常旅客打开或者是试图打开飞机舱门的事件这2年时有发生。例如2023年的5月6日，韩亚航空的一架空客 A321 准备降落在大邱机场，离地面还有大约200米高度时，应急舱门突然被一名男乘客开启，飞机在舱门打开的状态下完成了降落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但是9名乘客因为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，在飞机降落后被送医。后面韩国的航班上还发生过2起，好在都被大家合力制服。2024年1月8日，一名男子在乘坐加拿大航空前往迪拜的 AC56 航班时，在多伦多机场打开了波音777-312的舱门，从5-6米高的飞机中跌落。伊比利亚航空这次值得庆幸的是，飞机还没有起飞，如果飞行中这名男子强行打开舱门，可能会被吸出舱外摔死。民航飞行注重安全，目前飞机的紧急出口和登机舱门都是设计为可以从内部直接打开。在高空飞行时，由于巨大的压力差，普通人其实很难打开舱门，但是在地面以及上升初期和下降末期，客舱内外压力基本平衡，乘客转动或者是搬动手柄就能够将舱门打开。如果舱门与救生滑梯联动状态，也就是我们坐飞机时常听到的预位，打开舱门还会把救生滑梯也释放出来。鉴于不正常旅客开舱门的事件越来越多，有人建议未来飞机舱门使用密码锁，密码掌握在机长或者是空姐手里，在紧急情况下才能自动解除或者是口头宣布密码，以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。不过这应该达不到安全法规的要求，无法实施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？欢迎评论留言交流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